然后这一款的话，我们是你们打板的时候啊，可以左右手做成 AB 款，因为我做了2个，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粉色的。你们可以比如说左手白色，右手粉色，然后右手粉色的花花的腹甲部分呢，就把这个就像这种一样贴一点粉色的钻钻，然后呢左手白色的花花部分，你们就把这种腹甲上面粉色的钻钻换成白钻或者是透底锆石钻就可以了啊，透底或者白底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出一副左右 AB 款了。然后你们可以就是说把位置调换一下，可以一只手做2个花卉啊，然后也可以什么呢？可以一只手做1个花卉，另外一颗做成这种贴钻啊，就大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堆钻，比如说堆钻做大拇指上啊，无名指做花花啊，也可以就是大拇指上做花花啊，无名指上做堆钻，然后另外3颗腹甲就贴这样子的小拼钻啊，月牙后圆月牙式的这种小拼钻，也可以自由的一个调度和搭配。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款式的学习吧。首先的话，我们准备一个这样子的长梯甲片啊，也可以中长梯，长梯和中长梯都可以。然后拿出大拇指和无名指这2颗作为我们彩绘的主甲，另外3颗的话作为副甲。主甲的位置我们用猫眼来打底啊，这个猫眼是一个蔷薇色，我看一下，玻璃珠猫眼，蔷薇啊，老师们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我也是随便买的。好，在甲片中间刷一个色块，中间位置是哪里呢？也就是我们指甲露白的这个游离线的位置，本甲的游离线位置。好，随意的去扫一个色块，随意的去扫一个色块，然后呢，用扫扫笔拿出来。好，扫扫笔拿出来，扫扫笔把这个色块的边缘进行一下雾化。好，毛毛轻轻的勾带一下。好，毛毛轻轻的勾带一下，对，拍散开。把边缘进行一下雾化，后缘，好，把边缘进行雾化，不要让色块有太明显的一个分界线。然后呢，我们再用磁石，好，再拿出磁石，在周围推一下这个猫眼的瓷粉，把猫眼的这个瓷粉往中间聚拢。好，全部推到甲片中间，就在它的4周，平行于甲面留个1毫米1厘米或者0.5厘米，然后这样往4周平推啊，动作慢一点，慢一点的话，瓷粉它才会聚拢的更快一些。你太快速了，瓷粉还没反应过来，你的磁石都已经跑到另一处去了，它都还没动呢。好，往中间聚拢成一坨，就推4周。对，你要肉眼可以观测到这个瓷粉它的这个动向啊。好，就这样接到甲片中间，形成一个追光效果，你就可以拿去照灯了。照灯时间30秒，继续刷这颗，在这里继续刷这颗啊，也是在甲片中间。好，刷一个厚厚的色块，重点是为了遮盖游离线，对，遮盖本甲游离线。好，刷完了之后，扫扫笔。扫扫笔把刚刚用过的这个扫扫笔笔毛上多余的胶擦一下，好，然后呢把边缘虚化过度，对，轻轻的扫一下色块边缘往下扒拉，对，好，拍打也可以啊，只要把边缘色块边缘雾化、虚化、雾化渐变开就可以了，擦干净。磁石拿出来，在周围看一下我的磁石和甲片的这个角度。好，然后你能看到这根光，看到没有？这个瓷粉随着你的这个磁石它在动，这个光在动，对。然后呢，你就这样看着去控制，对，你肉眼能够看到这个瓷粉的动向，然后你要控制它的位置，4周好后缘，从猫眼的边缘往中间推，好这边，好，指尖往上慢慢移动，动作慢一点，瓷粉会更亮一点啊，慢一点它瓷粉会更集中一些。好，往中间堆成这样子一个追光效果，集中在中间一坨，形成一个这种追光效果就可以了。照灯30秒。灰还是会发挥，还是会发挥，但是呢，这个猫眼的话，我们还是有一点会发挥，它有点带底色的那种啊。其实甲片上也能看得到，涂薄一点的话，会就是说没那么明显，但是涂的太厚的话就会比较明显。我涂一颗在本甲上给你们看一下，试一下这个颜色。来，我一边涂薄一点，一边涂厚一点啊。这边涂薄一点，然后
这颗涂厚一点，我给你们看一下薄涂和厚涂它是啥样的，然后你们再决定可不可以。可以，我这给你们截个图，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我这个也是随便买的。没刷匀，指尖那里还没刷到呢。哎呀，指尖有点没刷到，不行，我不能接受。只要没有进灯，这个猫眼都是可以改的啊。好，就是一个宝石猫眼的造型就行了。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薄涂的效果，厚涂的，哎呀，这里碰到了。就这还敢说自己是强迫症，真是愁死了。没关系，大家就看一下效果就好了。好，看一下厚涂的话，就是它那个底色颜色会深一点啊，厚涂这边的底色颜色会深一点，薄涂的话底色会稍微浅一点点啊。还是会发灰的哦，它还是会有底色的哦。这个猫眼的话，就是可以那种单涂的，就可以单独当做底色去涂的，不用打底。你们喜欢的看可以自己去搜一下。蔷薇色这个是啊，咔嚓3、2、1，截个图。对，然后看一下这里，它是一个蔷薇色，然后3、2、1，截个图，是吧？继续啊，我们继续。然后照完灯之后，给它上个底胶。主要是想给它扫平一下子。如果说我们是在真人手上面先不做建构，把这个猫眼做好了之后，你再去用这个牛皮建构加固胶去给它做一个建构，甲面找平一下。你看一下，因为甲面是凹凸不平的，刷完胶块之后啊，刷完色胶之后，然后如果说你是那种穿戴甲，就像我这样子坐在甲片上做穿戴甲的话，我们就用这个穿戴甲专用的这个软加固啊，给甲面找平一下子。因为不找平的话，你等一下画出来的彩绘画跟线条都是歪歪扭扭的，就不行啊，咱们得找平一下子。好，建构胶刷上去，整甲全涂。那指尖先刷到位，指尖刷到位了之后，从后缘啊带一遍。整甲带一遍，轻轻的刷，胶带着刷子带着胶，不要压太重了，轻轻的刷。刷完之后倒置一下，拿出一根拉线笔，把指尖和后缘有这种堆胶情况的，我们就带一带。指尖的堆胶或者是后缘有堆胶的，就往中间带一下，让它形成一个这样子拱桥形的 C 弧弧度。哪里厚了就往薄的地方去填。好，往中间倒置聚拢。最高点肯定是在甲片1/3的位置，整个甲片1/3就是在本甲的位置上啊，不要考虑你这个本身甲片的1/2，而是自己本甲的1/2做，就尽量往流年线那个位置去带就行了。好，倒置之后回正之后，我们定个型吧。手持灯的话，我一般不会只用手持灯去把它整体照干。手持灯的作用，我一般只是拿来暂时定型啊，暂时定型，让它不要坍塌啊，不要到处流。比如说贴饰品啊，或者是比如说像这种啊，我就是暂时定个型。然后呢，你要让它真正的照干的话，还是要进到我们的大灯里面去啊，还是要进到大灯美甲灯里面去。然后看一下甲面就是光滑的了，就不像刚刚那样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这样子的甲面上，我们再去操作彩绘胶的时候啊，画彩绘的时候，你才能够画得均匀、画得干净、画得平整。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加固做完之后，它有一层厚厚的黏黏的浮胶嘛，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浮胶影响到你彩绘的话，我们可以棉片加上酒精或者清洁水啊，给它擦掉，把甲面的浮胶擦掉。浮胶这个东西，你照多整，照一天它都是在的啊。很多新手宝子可能不知道，甲面上黏黏的这层其实是胶体本身自带的浮胶，除非这个胶是免洗类，比如说免洗钢化啊、免洗彩绘胶啊，或者这种免洗类产品它是没有浮胶的。底胶、色胶，大多数底胶、色胶、加固、光疗胶都是有浮胶的啊，需要擦掉这个浮胶，擦掉这个浮胶。底胶和色胶的你可以不用擦，像加固啊，还有光疗延长模型胶这一类胶的话，它是硬度比较强，浮胶比较厚。那这种的话就还是擦一下，如果你要在上面进行彩绘啊，擦一下，不然的话你的彩绘边缘容易被浮胶影响，本身是可以很清晰干净的一个边缘，那可能就会被胶面上的那个浮胶啊虚化掉了，被它给就是轻化掉了，然后你就画出来，你就感觉你的彩绘胶感觉就边缘有点雾蒙蒙的，不太清晰，所以说啊擦掉不要影响我们彩绘。然后呢，C01彩绘白，万能笔。这个是几号？5号啊。
彩绘笔5号万能笔，然后呢，白色免洗彩绘胶，取出来，放到调色盘上。好，笔尖先吃胶啊，左右摇摆，笔毛撑开，先吃胶，划一下胶。好，这个时候笔尖上就沾上颜色了。我们开始彩绘。彩绘之前拿出极细勾线笔，好，极细勾线笔干嘛呢？啊，我们先把它这个彩绘花卉的一个主体啊，像个花束一样，我们先把线条主体给它勾出来。我要画一个这边画长一点铃兰啊，画这种斜的 C 弧形的线条，好，收到指尖啊，整个甲面这根线条很长，占了整个甲面的左侧、中侧啊，这样子 C 弧过来，然后呢，再给它画一根，这边画一根短一点的，好，交错，然后收到指尖。哎，2根线，一长一短，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这样子交叉而过 C 弧线。好，这个呢就是我们铃兰的，就是花的那个杆上面啊，花的那个杆上面，那个花杆枝干。然后呢，在这个枝干的下方位置，我们去画上花花的话，就像一个小灯笼一样。来，先从下往上画啊，先从下往上画，斜着画，从枝干上斜下方往斜下方长。先压笔，好，画一个色块。画一个圆圆的色块，好，压笔画一个圆圆的色块，然后呢，在色块旁边翘个小裙边起来，好，笔尖往左勾，往右勾，哎，好，中间来一下，好，这样子它就带上俏皮的小裙边了，就像个小灯笼一样。好，就都这么画啊。不过呢，越往指尖去，花的话就越小；越往这个线条枝干中间啊，越往上去，花就越小，就像一排画上去就好了。好，越往上一排，裙边左边翘一下，右边翘一下，中间打个飞弧，好，凸出来一块。左边翘一下，右边勾一下，中间打个飞弧。如果这里看不清楚细节的话，课程里面可以把它那个学完课程可以放大屏幕啊，你可以看细节。如果说你在电脑上看的话会更清晰，手机上有时候界面它确实是有限，可以放大屏幕看细节啊。好，然后这边画了4个，画那边了，那边的话画个2个差不多，那边短。好，也是往左下方、右下方、左下方。好，一长一短2个，够了。好，左边翘，右边翘，中间加个 C 弧，加个圆坨坨。像个小灯笼。好，可以。然后呢，把叶子给它加上啊。叶子的话，我们就在它的周围，先取上胶。然后找到这个万能笔侧锋的位置啊，找到最尖的一个部分，这里肯定不是，稍微侧过来，这里有个尖尖，找到万能笔尖的部分，然后呢，先在这个空隙处加一片叶子，叶子的话是2头尖中间胖的那种，像郁金香的叶子啊，2头尖中间胖那种。先侧方勾一条线，好，顺着这条线慢慢的压笔，好往下拖，慢慢的一边拖一边提笔收，一边拖一边提笔收，好，收一个叶子起来。中间一个叶子，左边右边，好，往枝干上收啊。好，这边叶子肯定不要画直线，你画个直啷啷的叶子看起来一点都不联动。我们的话，叶子带弧线，先勾完叶子尖尖之后，顺着这个叶子方向压笔，好，转 C 弧，一边收笔一边拖笔一边收笔，好，最后尖尖就是将颜色收到枝干这里连接上。第2片叶子，左边来了右边来了，左边来左边来了右边来啊。叶子的话就是稍微错开一点，有长有短。好，有长叶子、短叶子、胖叶子，也有瘦叶子。好，有长有短。好，可以了。往指尖这个方向，你看每一个叶子都是找到了一根枝干啊，贴着枝干收的。然后拉线笔、极细勾线笔，将2根线条在上面。枝干上的，好，往这个花上。枝干往花打一个线条，哎，勾到花上。好，好，你看我画这个小花蒂的时候，也是带着弧度去画的。最后的线条我们后面再去勾吧。最后的我们后面再去勾。然后这里的话，
到时候再去加一点辅助线条。这里的话，彩绘部分啊，打完之后拿去照灯，哎，白色只是为了把它的一个大概形体画出来，画出来之后我们要去照灯，照灯之后用水彩给它填色嘛。来截图看一下，把这个形态截一下图，好了，拿去照灯了。照灯时间60秒啊，彩绘胶，照灯时间60秒。然后这颗也是一样的构图啊，也是一样的构图。好，60秒照完灯之后，我们给它涂上水彩磨砂封层，对，这种大颗粒挂粉磨砂整甲纯涂。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水彩去给它进行上色了，所以说我先整甲纯涂一层水彩磨砂。好，整甲纯涂不包边啊，只刷甲面不包边。照灯时间的话，60秒完全照干，照干了才行。照灯时间在大灯里面去照啊，不要用手持灯照。好，然后这颗的话也是根据刚刚的那个构图来的。这颗是无名指，也照完灯了，我也把水彩磨砂给它刷上。因为我们要画一个粉色的铃兰和一个白色的铃兰。好，整甲纯涂记住不包边啊。边缘不要包胶，因为这一层磨砂封层不是作为最后的顶层磨砂，它是作为水彩之下的一层打底磨砂，所以说不要包边，只有最后的顶层封层啊，最后那一道工序才需要包边。这种隔绝的时候，封层都不要包边啊，包括蹭粉、蹭魔镜粉啊啥的那些。好，然后这里完了之后，我们来调色啊。我可以，如果说呢，大家是用的这个0.5毫升的水彩的话啊，0.5毫升这个水彩，你们颜色的话就取这个，颜色的话就直接选用这个棕绿色。啊，颜色直接选用这个棕绿色，然后花花的部分的话，然后可以用这个胭脂红啊，胭脂红里面加一点这个玫红进去啊，让它整个颜色粉调感重一点。因为这里面的红的话是调试过的枯色系，所以说颜色会暗沉一些。你可以加一点玫红，让它整个偏粉调一些啊。然后如果说是那个1毫升的这个水彩盘的话，我跟你们说一下怎么调色。哎呀，这个是新的啊，旧的。我那个，好，如果说是这个1毫升的大盘啊，这一盘的话，然后颜色的话，我们就这样，好，用这个橄榄绿，这个橄榄绿，然后呢加上棕色和黑色，调出我们的棕绿色啊，调出棕绿色这个颜色，也就是说这个橄榄绿啊，然后加深棕加上墨黑，就会得到我们的这个棕绿色。然后如果说是花花的颜色的话，玫红啊，8号玫红色啊，也就是这一款这个啊玫红色加上黑色。把颜色稍微调暗沉一点就可以了，只是说让颜色不要这么鲜亮就可以了。我这里的话就用这盘吧。哎呀，我调色的时候，我一般调色取色的时候，或者是在纸上画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1代啊，1代水彩笔。上甲片的话，我就用2代。因为调色取色，还有就是那个纸上画的时候都很费笔毛，很费毛尖儿，因为这个毛尖儿太精细了，就所以说，干粗活儿咱们就用便宜点的笔。玫红色使到调色盘上，对，你看这个颜色多鲜艳啊！但是呢，我要把颜色给它压一压，笔上沾水打湿，取黑色，黑色进去，把颜色压得暗沉一些，没太暗黑的时候，再加一点玫红进去。好，你也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棕色进去，让它整个颜色更鲜活一些啊。适当的加一点棕色进去，就成了一个枯色系。好，花花的部分调好了，橄榄绿。如果说你想颜色稠一点，就多揉一下啊，侧推揉。想要颜色稠一点，就多揉一下。取到调色盘上，黑色。枯色系，还记得我们基础课里面调色课当中，对吧？枯色系是加啥颜色？黑色多了又再加绿色。枯色系加啥颜色？反正就离不开黑和棕，对吧？马卡龙色系呢，可以通过加白色或者是多水，可以通过控水和白色来达到。好，
黑色加进去，颜色就变暗沉了。然后颜色变暗沉了，但是它绿色还是很深沉，现在变成深绿墨绿色了。然后呢，我是让它往枯色系这个方向发展。枯色啊，枯季，你想想，秋冬季节啊，代表枯季。枯色的话，是不是棕色啊？对吧？更多是棕色，所以说我们要在里面加入棕色。取棕色放进去，搅拌搅拌，好，这个枯绿色就成了。颜色调好了之后，就直接放在这里备用就可以了，可别压着我的款式了。往上挤一挤。那个水彩磨砂照完灯了啊，拿出来画，一个画粉色，一个画白色的。那么我就大拇指画粉色吧。好，轻笔控水，调完色的笔先洗干净，然后呢，就你在水杯子里面涮洗干净，洗干净了之后，纸巾上正反两面点2下，好。然后呢，在皮肤上有湿润感，但是在滑动的时候不会有大颗水珠出现，哪种就是水多了啊？甲面上比纸上水要少一点，可能那个湿度啊，可能这个湿度刚好适合，可能这个湿度刚好适合在甲片上操作，但是在纸上操作，但是它不适合在甲片上。那控一下水，好，观测一下，啊，这个时候你看还能拖出水珠，看到没有？还能拖出水珠，说明还可以再控一下，发现没有？那这个时候还能够拖出水珠，就在笔尖就在纸巾上啊，再点2下。好，有冰冷的湿润感，但是无水珠出现的时候，好，这个湿度就很可以，拿毛尖捋一下。这些都是基础课有教的，这里只是顺嘴一提。笔尖尖取一丢丢色粉，毛尖取一丢丢色粉。好，然后在这个花花的中间，压笔侧推，将颜色填补上去，平涂上去。压笔侧推，将颜色平涂上去，快速。因为这里花花很小，所以说我只用笔尖去取色，没有取太多颜色。来。好，平涂上去。如果说发现笔很涩，你看颜色放上去很钝色，然后取色在调色盘上取的时候也取的不是很顺利，那你看这种就说明什么？毛尖已经干了，因为水分会挥发，毛毛会干得快。然后这个时候毛尖在水杯子里面轻轻点一下，好，轻轻点一下，重新打湿，好，快速的取色。OK， 将颜色平涂进去，然后呢，平涂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纵色区基本上都是先往后缘这个位置靠的，然后呢，再把颜色带往它的花瓣外边缘。先把颜色往它的后缘推，你可以通过这种洗色手法，把中间的颜色稀释，然后打圈圈往周围推，把边缘颜色做深，把花花中间颜色做浅，那自带一种渐变效果。纵色往后缘放往后缘放。好，然后再画叶子。叶子的话用棕绿色，好，笔尖取色，先将棕绿色稀释，先稀释，先浅浅的，大概一个豆浆浓度，先浅浅的给它平涂一遍，好，颜色往下拉，往靠近枝干的位置拉，好，这边。好，压笔侧推平涂，用笔尖侧推，压笔侧推是大面积铺色的时候，然后像这种越往下收的越窄，这个时候叫回正风，用毛尖将颜色轻轻的勾带下去，好，好，看一下，枝干取浓稠一点的色粉枝干取色粉浓稠的地方，好，多取一点，好，取完了之后，枝干要描深一点哦。好，接上这个花朵的尾部。为了做出层次，所以说这个叶子我还要再去添一遍色。为了做出层次，叶子要再添一遍，在它的叶子旁边做一层叠色2层叶子叠在一起。好，叶子旁边，叠一层颜色。
这样子就感觉它的叶子隐隐绰绰，就更有层次，颜色有个对比，也有个层次。第一道因为白色打底，所以说颜色显现出来会浅一些。第二道然后颜色色粉取的比较多，所以说颜色会深一点，就这样形成一个深浅对比。好，看一下。然后尾部这里花尾部这里枝干给它弱化一下。你看这个花萼部分，这个花萼部分，毛尖尖轻轻的揉一揉花萼部分，好，给它柔化开。或者是你可以笔尖取一点绿色，好，轻轻的，或者取一点红色吧，取红色，毛尖取一点红色，好，雾化一下。雾化了有点深，等一下再给它溅开。好，多余的颜色擦一下，纸巾上把多余的颜色和水擦干净把笔控干一点，把多余的颜色侧推，毛尖尖侧推带走。这只是处理一下细节就是刚刚那个线条特别生硬的接触，一下子就会给它变得灵动起来，自然起来，然后让它的线条跟花朵之间的接触看起来不要那么僵硬。好。这一步画好了之后，我们要给它整甲全涂一层防翘底胶。因为水彩操作完了之后，先上底胶，底胶涂完了之后，我们呢再去给它涂封层。底胶把整甲全包裹全包裹。虽然说水彩没有靠近边缘，但是还是要给它安全一点，全包裹。然后呢再涂封层。假装我已经涂过底胶了又到假装时刻，因为我这是打板，不上手。你们给顾客做的时候，不管是做穿戴甲还是刻甲，都一定要先涂底胶，水彩之后跟魔镜粉极光粉、拍拍胶免洗彩绘胶这些的原理是一样的，本身不带粘性，反而会隔绝上下胶层粘合性的这类产品，一定要操作完了之后上一层底胶，整甲全涂包裹，然后呢再封层。这个原因的话，在课程里面说了很多次了是每一次课程里面都会再啰嗦一下，就因为怕你们有跳课看的没看到前面的，所以说每次都会啰嗦一遍。好，然后这里底胶封层做完了之后，我们后续还要加线条，还要加就是那个花的立体部分，甚至还要加指尖的蝴蝶结，对不对？好，这里的话先把封层拿去照灯，趁它照灯的时间，我们快速把另外一颗也操作了。这一颗的话，我们就花不做成粉色，做成白色的。白色的话就根本就不用我们上色了，因为它本身就是白底，对吧？我们只需要把叶子部分颜色上了就可以了。直接画叶子。哎呀，真开心，这个就简单多了。你们可以做成 AB 款我把2个颜色的铃兰放到了一个款里面，你们可以把它拆开来，左手做粉色铃兰，右手做这种白色铃兰，成为一个 AB 款。来，叶子铺设，等一下我聚一下焦，拿近一点聚一下焦。好，浅色水状浓度，好，浅色水状浓度，压笔侧推将颜色往下扒拉。可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我刻意没有把白色全部遮完，反而露了一点白色边边出来有时候是刻意的，因为这样子就跟加了高光的那个边线一样，加了高光边边一样，颜色的话立体性会强一点。好，然后加深，多取一点色粉。好，色粉的浓稠度大概要控制在一个。大概控制在一个牛奶，也是将颜色往下拉。好，枝干。枝干的话，枝干的颜色浓稠度应该都知道吧？酸奶浓稠度要勾实一点线条。好。因为这种酸奶粘稠度的话是色粉多水少，所以说我们在勾画的时候很容易笔就会干，因为笔上水少，颜色才会浓稠。那这个时候笔干的特别快，那你就笔尖轻轻沾一下水，打湿，重新将调色盘上已经干了的水彩再稀释掉，再稀释掉，然后你再重新去取色就行了。那稀释掉，打色粉做到这种很稠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画出来的线条才会很实。因为线条细，你颜色不实的话就看不出来。你用水状浓度、豆浆浓度去画细线条，根本就不显色。
浓度通过控水。好，好，这个时候把笔清洗一下。为什么在这一步要洗笔？因为我等一下要做渐变，花朵上我要去做渐变。虽然是白色的花花，但是花萼部分，花萼部分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就是花萼连接枝根、连接那个枝干部分是要有一点点泛绿的啊。这些我再洗一下色。笔尖尖湿笔控水之后，那皮肤上测试一下浓度，好，可以的，是一个适合在甲面上操作的一个湿度。然后呢，毛尖尖取少量色粉，来，毛尖尖取少量色粉，因为花小，这里你不要取太多了，你到时候没位置放。好，然后这个时候毛尖尖在花萼枝干这里压笔侧推，好，压笔侧推，好，压笔侧推，微微往下退，扫开，好，让花萼这里有一个绿油油的这种渐变感。好，侧推开，最后剩下的颜色往花萼这里堆过去。你看一下，不画绿色这一步和画了的话，是哪一种颜色会更好看一点？肯定是画了的。这就叫精致，这就叫细节。加与不加，就这么一丢丢，加了和没加的区别，那肯定是有的啊。好，那这个时候毛尖也快干了，马上我也快做完了。好，白色边边如果说不完美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用白色水彩，去浓稠的酸奶浓稠度啊，酸奶浓稠度，那就湿润的笔在白色水彩里面多揉一下，好，多揉一下，水分挥发掉了啊，稀释的色粉越多啊，这个颜色就越稠，越稠饱和度就越高。好，水点白色，取一点白色，把花的裙边部分描一下。在这里可以画一下。其实这一步细节是没必要去添加的，因为我等一下会把它做成立体的，我上面要加东西，可能这一步就看不大出来了。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了一种仪式感，加了颜色的话会更有层次。你们就把这个当做是一层仪式感。如果说你们不加后面的那一步的话，这一步加上就会很有必要。对，就不把它做成立体的，后面不加立体胶的话，造型胶的话，那这一步你们就一定要加，就很有意义。加出来之后，花朵的层次会更好。虽然说是小白花，也要追求一下颜色层次。好，然后我先放到一边，水彩放到一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样，底胶封层啊。所有的水彩做完之后，第一步都是仿俏底胶，仿俏底胶。整甲纯涂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封层。来，我也把封层涂上，因为剩下的都是在封层之上操作的免洗步骤，所以说我这里是先涂封层啊，后做雕花，后贴饰品，后勾那个线条。哎呀，马上给大家涂完封层，我们就可以看后面的操作啦。白色和粉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给大家看一下粉色那块。你看白色和粉色完全感觉不一样啊，有的喜欢白色，有的喜欢粉色，所以说两种都做了，你们自己去对比吧。好，白色这个拿去照灯，60秒封层，趁它照灯的时间来继续把剩下的做完。然后C01这个彩绘胶它是免洗的，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微立体浮雕胶去使用啊。哪一个款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款。这个款就是用这个彩绘胶来做的，还记得不？然后你看它后面封层之上勾的这一层立体线条，就是用的这款胶；下面的平面彩绘也是用的这款彩绘胶，它是个多功能性的免封免洗的，可以在封层之上做微立体浮雕胶效果。所以说这个步骤，我是先封了层，在封层上面又拿这个彩绘胶来勾底线，用彩绘笔7号彩绘笔极细勾线笔，随意的给它扒了2根线条，因为整个画面需要有白色线条来做提亮，就随意的就这样勾一点，就这种浅色的，细细的这种线条，给它加在里面，那随意的勾2根就可以了。那花花部分，裙边这里，可以来白色，勾一点，就跟小高光一样，感觉这个花花一下立体起来了。就跟你化妆，点卧蚕是一个道理啊。
不让线条不要画太粗。为什么我这里不用拉线笔，我要用极细勾线笔？目的就是为了细一点，线条无纤细，纤弱一点。好，然后这一步勾完了之后，准备好雕花，先拿去照灯。照灯之后，给它手工雕一个蝴蝶结。不会雕蝴蝶结的宝贝有眼福啦！蝴蝶结都不会雕，那真是的。来看我教你们，等我一下啊。就勾2根就行了。好，这就叫细节。勾不勾？没有这2根线条，那感觉又不一样了。勾了这2根线条，那感觉又不一样了。这就是细节。雕花胶，雕花胶拿出来，雕花胶拿出来，打开。我看一下切刀工具，先把手擦一擦吧。先把这个脏兮兮的手指头擦一擦，搓干净。你是不擦不知道，一擦吓一跳，还是会有一点脏的啊。好。工具也要擦啊，操作的工具，切刀拿出来，取照棒，切刀拿出来。雕花笔，水彩套笔里面的8号8号雕花笔，也拿出来。还有啥？好像没有了。好，然后呢，因为这个蝴蝶结很小，它本身就不大，所以说这雕在指尖这个位置的，所以说我们的胶量一定要取的少一点，不要取太多了啊。我看一下，先取一块。取2块，看一下这个量大差不差的，大差不差的，差不多，这边多一点点。好，搓球球，搓球球，在小手掌上面搓球球，然后搓完球球汤圆之后，左边压一下。左边压一下，好，搓成水滴，然后右边压一下，往右侧倒，右边压一下，好，搓成这种2头尖、中间胖的，像个小红薯一样，搓成这种中间胖、2头尖的这种，这个叫啥？这个叫什么形啊？2头尖、中间胖，这个叫什么？椭圆。然后呢，雕花笔蘸清水就是刚刚我们操作水彩的清水，自来水、矿泉水都可以，没有这么挑。雕花笔蘸清水打湿，在下面铺一点水，因为呢，你不铺水的话，你直接硬拍也能拍开，但是呢，胶可能就会沾工具、沾笔毛、沾皮肤。然后这样中间用我们的雕花笔中phủ的腹部位置笔腹位置去按压，直上直下的按压，不要拖、不要拉、不要拽。然后这边圆润，一侧圆润，一侧不圆润，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换过来压一下不圆润的这边。